这是我今年看过最恶心的电影，没有之一。为了变美，少女不惜用钢钉敲断鼻骨；为了变瘦，不惜吞下寄生虫卵。变态的改造何时才是尽头？疯狂的背后隐藏着何种辛酸？这就是2025最新重口味恐怖电影《丑陋的季节》，被广大网友称为灰姑娘版本的某种物质。友情提示：千万别在吃饭的时候看，否则真的会吐。小蝶是个怀春少女，时常将王子的诗集捧在怀中，痴痴地做着白日梦。在梦中，王子爱上了濒死的自己，可是在现实中，作为商人的女儿，身材和颜值也很普通，根本没有资格接近尊贵的王子。父亲破产后病死了，母亲拿出最后一点点私房钱强撑门面，假装自己依旧家财万贯。今天是母亲二婚的好日子，继父虽已白发苍苍，但有着尊贵的贵族身份，而继父的女儿阿美人如其名，美得令人恍惚。相貌平平的小蝶向来很自卑，但也拼命挤出微笑，希望能给继父和继妹留个好印象。婚礼结束后，母女三人住进了气派的大别墅。阿美的卧室里有数不清的漂亮裙子，还有琳琅满目的名贵首饰。更重要的是，凭窗眺望，正好能看见王子的宫殿。小蝶激动不已，将王子创作的诗集抱得更紧。她告诉阿美，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嫁给王子。阿美听后沉默不语，露出了嘲讽的笑容。晚餐时分，母亲娇媚又恭敬地将蛋糕捧到继父面前，使尽了浑身解数来讨好。没想到她竟然将蛋糕砸到小蝶脸上，女儿受辱，母亲也跟着丢脸。小蝶强压住满心的委屈，用大笑来掩饰眼泪。无耻的继父笑得更欢，可笑着笑着，突然胸口一闷，喷出了一口老血，妖异的血点溅在了阿美脸上。就这样，还没来得及洞房花烛夜，继父就嘎了。阿美将自己关在卧室里痛哭，一天没有吃饭，善良的小蝶十分心疼，带着最爱的巧克力前来安慰。她想起了生父病死的那一晚，自己也曾悲痛欲绝，可是伤痛总会变淡，日子还要继续过。可阿美却恶狠狠地叫小蝶滚出去，还说小蝶只不过是个低贱的野丫头，根本不配和自己称姐道妹。是父亲欠了一屁股债，才会忍着恶心让小蝶母女进门。想要吃绝户的贵族继父上了当，至死也不知母亲是个假富豪，但死了倒也干净，再也不用面对着满屋的债主。当继父的土地和牲畜都被债主们夺走时，母亲才知道自己嫁错了人。她的灵魂仿佛被抽空，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。在这个时代，女人唯有嫁人才能改变命运。可是哪个正经贵族会娶一个人老色衰的寡妇呢？ Tror du det är lätt? Tror du det är lätt? Då finner en rik man som vill ha mig. En änke med hängbubbar och 2 hopplösa döttrar. 孝顺的小蝶连忙宽慰母亲，称自己愿意替她嫁给贵族，可她却轻蔑地说：“你先去照照镜子吧。”被母亲羞辱后，小蝶仔细端详起自己的五官，坑坑洼的脸上有一双无神的大眼睛，嘴巴被牙套撑得变形，鼻梁处还凸起了一大块骨头。凭借这副模样，确实很难打进贵族圈子的，而王子更是一个遥远的梦。正当小蝶打算从白日梦中醒来时，命运之神带来了希望。不久之后，王室将举办一场盛大的舞会，王子将在舞会现场挑选王妃，每一位适龄的贵族淑女都能报名。小蝶欣喜若狂地填好报名单，这也许是唯一一次能见到王子的机会，只要能见一面，他便此生无憾了。母亲得知了好消息，突然就振作了起来，决定倾尽全力为小蝶整容。无神的眼睛可以靠假睫毛来修饰，拆掉了牙套就能解决嘴凸的问题。只有鼻子需要进行手术，暂时凑不齐手术费不要紧，可以先交定金，等到舞会结束后支付双倍即可。就在母亲和小蝶等着做手术时，妹妹注意到隔壁手术室内竟是遍地鲜血，看来美丽的代价不只是金钱。隆鼻手术简单粗暴，那个时代还没有麻醉剂，医生一手拿着钢锥，一手举起铁锤。
小蝶的鼻梁突骨被消除了，戴上了滑稽的固定器。伤口还未结痂，就得立马参加秀女集训，只有获得舞蹈老师的肯定，才能拿到舞会的门票。她不惧伤痛，不怕苦累，拼尽全力练习着。没想到勤奋乖巧并不能赢得尊重，舞蹈老师只会以貌取人。她咆哮着让小蝶滚到最后一排。Pozycja głowa, wszystko wiecie. Förstår du inte? Proszę. I raz. Brawo. 母亲嫌弃小蝶太胖，再也不准她吃饭，辛苦练习到深夜，餐盘里只有柠檬水。看着大口吃肉的妹妹，小蝶流下了羡慕的口水。阿美打心眼里讨厌母女三人，可还是硬着头皮一起用餐，只想讨要一点父亲的丧葬费。可继母一口回绝，反过来要求阿美将名贵的裙子送给小蝶。阿美痛哭着来到父亲的尸身旁，一股恶臭扑面而来。原来父亲已经腐烂生蛆了。今天便是淘汰日，小蝶知道舞蹈老师向来不喜欢自己，已然不抱希望。可自己竟然破天荒的晋级了，她以为舞蹈老师已对自己改观，无比喜悦地参与之后的排舞活动。在竞争 C 位时，积极勇敢地举起了手。老师给了他表现的机会，可一曲未完便嘲笑他粗笨做作，还说他根本没有资格站在这里。Ducha talań. Bodkastat talań. Jag ville inte ha dig. Din mamma har betalat mig, pravda? 原来是母亲使用了超能力，小蝶才被留了下来。得知真相的小蝶一蹶不振，她将压力转换成食欲，每天半夜暴饮暴食藏起来的食物，身上的肥肉越来越多了，束缚带勒得她几乎喘不上气。再这样下去，所有的裙子都穿不上了。舞会临近，按规矩，秀女主管将与女孩子们单独交谈。看着阿美一脸得意地走出办公室，小蝶的心更乱了。轮到她时，竟忍不住大哭起来。主管轻轻取下了小蝶的固定器，惊喜地发现隆鼻手术很成功，只要再变瘦一些，就能脱胎换骨。Du formar utsidan till att passa det som du vet finns på insidan. Du är modig du. 接着，主管拿出了减肥秘药，温柔地交到小蝶手上。小蝶获得了莫大的鼓励，忍不住向妹妹分享喜悦。可所谓的减肥药，竟然是一颗绦虫卵，将它吞下去，便会在肠道内化出虫，蚕食所有营养。妹妹认为姐姐已经疯了，极力反对使用恶心的绦虫卵。见她也听不进劝，果断转身离开，顺便牵走了2匹马儿。小蝶犹豫再三，最终还是吞下了绦虫卵。从这一刻开始，命运出现翻天覆地的改变，美梦提前实现了。王子就在附近打猎，他尿意来袭，正在原地方便。小蝶看得呆了，脚下一滑，发出了声音。王子循声回头，和想象中的一样英俊迷人。仆人们发出哄笑，恶劣地羞辱小蝶。王子则一脸鄙夷，将小蝶称为恶心的玩意儿。正常人被心上人羞辱，必定会打碎滤镜，但小蝶已经不算正常人了，她的心灵已经扭曲了。她假装快步离开，实际躲在另一处继续偷窥。脑海中浮现出王子深情告白的模样，不知不觉眼泪打湿了脸庞。直到夜深了，小蝶才走回家。路过马棚时，听见了奇怪的喘息声。小蝶冷冷地看着这一幕，这可怎么得了？要参加王子舞会的人怎么能干出这么下流的事情呢？他将此事告诉了母亲，于是高高在上的阿美沦为了低贱的女仆，再也没有资格参加舞会。Du skal prise deg lykkelig over at jeg ikke setter deg på gata, ditt lille ludder. Sett han i arbeid. 3个月后，小蝶回到医院复查，隆鼻手术堪称完美，她已经变成了小美人儿。接下来就该种睫毛了。种植睫毛的风险很大，一旁的独眼护士便是血淋淋的失败案例。小蝶有过短暂的犹豫，可是欲望就像肠子里的绦虫一样疯长，永远不知满足。冰冷的铁钩刺进眼皮，带出一条触目惊心的血线。漫长的痛使她愈发兴奋，她相信痛过之后便能比阿美更美。接下来她还要做隆乳手术和丰臀手术。这一夜电闪雷鸣，狂风呼啸，
妹妹初潮来临，从小女孩变成了女人。小蝶的床铺也是血淋淋的，手术留下的伤疤还在渗血。绦虫饿得打滚，使得她腹痛不止。她摸索着来到厨房，阿美以为家中闹贼，举着武器前来查看。看见蜷缩在角落的小蝶，听见她的肚子咕咕作响，阿美想起了父亲刚离世时，小蝶也安慰过自己，于是递上了一块食物。自那以后，阿美成了小蝶的贴身婢女，她必须为小蝶诵读王子的诗句：纯洁的处女啊，请用你的美丽拯救我破碎的灵魂。每次听到这一句，小蝶都会故意叫停，然后得意地炫耀着自己的处子之身。现在的自己不仅比阿美美丽，还比她更纯洁高贵。很快，小蝶便乐极生悲，由于长期被绦虫寄生，已经严重营养不良，头发也大块大块的掉了下来。母亲斥巨资请来有名的裁缝，为她打造了完美的假发和礼裙。Du blir helt fantastisk. I morgen skal det gjøre oss rike. 明天就要参加舞会了，舞蹈老师见阿美迟迟不露面，只能另选领舞，而脱胎换骨的小蝶成了最合适的人选。阿美自然不甘心明珠暗投，趁着夜深人静，偷偷翻出了礼服，想悄悄去参加舞会，不料被小蝶逮了个正着。小蝶生怕自己被阿美比下去，冲上前撕烂礼服。还要求母亲将阿美关起来。可怜的阿美趴在父亲的尸体旁流泪。恍惚中，浑身圣光的母亲出现在面前。不知何时，舞鞋已躺在阿美的口袋里，而父亲身上的蛆虫变成了蚕宝宝，正在帮他缝补礼服。南瓜变成了马车，老鼠变成了车夫。阿美能如愿以偿参加舞会，只是不能被人认出。等到12点钟声敲响，魔法便会消失。舞会当晚，各界名流齐聚在城堡内。国王端坐在王座之上，冷着脸打量着贵族女孩们。王子则无聊地打着哈欠，被这群庸脂俗粉弄得烦闷不已。当小蝶亮相时，所有人眼前一亮。绿色紧身礼服勾勒出最迷人的曲线，脸庞宛如最艳丽的玫瑰，不仅美，还极具有风情。当他模仿小狗哼叫时，每一个男人都想成为他的主人。献舞节目开始了，众人手持羽毛扇围在小蝶身边，将她衬托成最娇艳的花蕊。而王子已被深深迷住，无比绅士地来到小蝶面前，邀请她跳一曲。这一刻，小蝶仿佛掉进了蜜罐，她能感觉得到王子的目光一直在自己的身上，一刻都不曾离开。就在这时，舞厅门开了，一个身着蓝礼裙的少女翩翩走来。王子放开了小蝶的手，被一股魔力吸引到少女面前。在两人贴身共舞时，小蝶绝望落泪，眼看着到手的鸭子就这么飞走了。心绪翻涌之时，胃里也翻江倒海，是那些绦虫又在作怪。他冲到后台呕吐，竟然呕出了大量的绦虫卵，看来那东西已经在体内繁殖。他怕到浑身颤抖，哭到肝肠寸断。Jenta mi, slutt å gråte nå. Det er massevis av andre flotte menn der ute. Skjerp deg! Skjerp deg! 母亲重重呼了小蝶一巴掌，将她丢进舞池中，换给一个又一个贵族。小蝶犹如提线木偶，面无表情地应付这些不爱的男人。他一直在寻找王子和少女的身影，想看清楚夺走爱人的究竟是何方神圣。
在少女下腰那一刻，他看得很真切，是继妹阿美。午夜12点的钟声敲响，阿美慌忙逃离城堡。王子追了出去，只拿回了一只舞鞋。他已经深深爱上这位蒙面少女，当众宣布要迎娶舞鞋的主人。马车变回南瓜，车夫变回了小耗子。阿美躲回家中，换上了女仆的衣服。小蝶顾不得钓金龟婿，举起刀子追杀阿美，狰狞地逼她交出另一只舞鞋。母亲嫌小蝶太吵，命令她闭上嘴巴，回屋睡觉，还怒斥她无能，送到嘴边的男人都被别人抢走。小蝶举起舞鞋，想告诉母亲阿美就是抢走王子的人，可是母亲没工夫理会她，正忙着和新男人深度交流。舞鞋已经到手，可是自己的脚太大了，怎么也挤不进去。小蝶注意到手上还握着刀，只要砍断了脚趾就能穿上舞鞋了，和那时削掉鼻梁骨一样。想到这里，他的眼神已变得疯狂，一刀下去，脚趾断裂，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回荡在屋内。妹妹闻声而来，急忙为小蝶包扎。母亲也赶来了，第一时间为她喝了几勺止痛药，接着悠悠地说：“王子捡到了右边的茄子，而你剁的是左脚趾，还得再来一次。”妹妹震惊了，她不允许母亲再折腾姐姐，可是她反对无效，因为一切都是小蝶自愿的。小蝶痛到失去意识，她梦到王子亲自来接亲，亲手为自己穿上了小舞鞋。然而现实是，她的双脚鲜血淋漓，再也无法站起来。天已经亮了，公仆大声通传，王子殿下已经来到门口。小蝶不肯放弃，拖着伤腿爬下床，惨叫着朝他的梦靠近。Den passade! Jag har funnit min prinsessa! Vackra jungfru, hur jag har längtat efter dig. 听见两人的欢笑声，小蝶崩溃了。梦中的王子已经转身离去，只剩下一片无边的黑暗。妹妹轻柔地将小蝶唤醒，为她吃了打虫药。一股恶心感涌上心头，绦虫一路往上爬，从嘴里探出头来。妹妹眼疾手快，抓住绦虫，拼命地往外拉，拉出好几米远。这段画面实在太过恶心了，建议大家看原片的时候直接跳过去。他想带姐姐离开这里，可一路上需要盘缠，不得不向母亲求助。可是母亲正忙着和新欢放飞自我，妹妹无意打扰，拿走了母亲的首饰，便潇洒离开了。姐姐无法行走也没关系，妹妹会托起她的脚助她爬行。姐妹俩骑马奔向小乡村，接下来的人生必定充满辛劳困苦，但再也不必取悦他人，踏踏实实的生活必定比出卖灵魂快乐100倍。人总是充满欲望，才会被执念困于噩梦。母亲贪恋权势，最终只能沦为娼妓。姐姐爱上了幻想中的王子，深陷在容貌焦虑中无法自拔。可美丽的皮囊保质期太短，终究是一场空。尊贵的王子渴望娶到纯洁的处女，但阿美的心和身体早就给了穷苦的马夫。而渴望真情的阿美，为了王子妃的头衔，嫁给了一个不爱的人。妹妹是最清醒的，她不愿成为男人的附属品，不贪恋转瞬即逝的荣华富贵。在姐姐忙着整容时，她换上了男装，方便干活，提前适应田园生活，一直在为将来的生活谋划。
最终，他成为了姐姐的救赎，也为自己开辟出一条自由之路。